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个打野绝活哥的一个男刀打野。男刀的话就跟上一个的盲僧不一样，因为他的素质没有盲僧那么高。自从他上次削完以后，他的素质就一落千丈了。但现在因为三穿甲是吧？幽梦、破甲，然后冰刃这三个，所以现在刺客像这种能造成持续伤害的刺客，就是很猛的。但他没办法的一个点就是他必须得做一件三项，做个持续伤害，不然的话他太脆，而且没有容错，一上去可能拉不开的话就会被秒掉。但有三项的话，他瞬间打完那一套，因为三项是有移速加成的嘛，他可以利用这个移速去拖站拉开，甚至可以去追击对面。像打野的话，男刀也是下个版本比较吃香的，因为他那个什么技能，在下个版本就是符文嘛，符文在下个版本也能吃到符文的那个改动的红利。但更多的还是需要等他正式符上来以后让这些绝活哥们上分的时候，他们的游戏理解才是最棒的。实战出来的实战通过他们的游戏理解，还有的嘛理念三合一都出来的才是最棒。对面是知道对方是从这边往下刷的，所以跑回来吃河道。那边兰博不是自家的兰博。赵信在这儿，这样的话可以尝试找个机会打一打，开大招直接往后拉不走，然后交闪剑赶紧跑。男刀那个什么铁男在这儿，然后再接一个 Q， 一拉回来平 A， 直接不给容错的机会。刚刚想着自己，因为绝活哥那个打野绝活哥想着自己血量也好，然后能翻墙跑路，灵活性比较高。玩男刀的话一定要有灵性，这确实是。男刀前期的话伤害会差一点，但后期的话就能赶上盲僧，完全不输于盲僧那个伤害。但就是因为他前期差一点，所以他上不了 T 里。盲僧的时候真的有盲僧真就直接选盲僧，佛爷哥都没有盲僧那么好。佛爷哥的话更多的就是你的队友菜到没边的时候，那是真得靠他吸，因为那个盲僧的话是怎么说呢？能让对面减员，然后更好的打出那种关键性团战。那佛爷哥不一样，佛爷哥的话是持续煽动能力强，特别是中后期发育起来以后，而且利用大招规避，他的机制摆在那里嘛，就有一些英雄的他的特性机制在那里。这里的话尝试来找大头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这里翻墙过去吗？没有，留着翻墙的机会。对面打野在这被发现了，那这样的话看看找对面打野的麻烦，上来直接 QW， 但二段 W 空了。
没有挂上被动，其实就不要打太多的，消耗一下就行。赵信的话，对面应该是带3绿的赵信，看起来蛮肉的。这里下路直接找到对面维鲁斯，先秒掉，然后这里回头找对面的辅助，完了，这辅助的话直接送塔，那这样的话人头吃不到了。这 AD 碰都没碰到，估计是直接被点上瘾燃收掉的，还想让个人头给维恩发育一下。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小亏了。这里的话把幽梦做出来，爆发就有了。对面打野4-1了哦，原来是人头装备比较好，因为赵信的话肯定是第一件3项，会更舒服。这里对面大头直接 Q 上去，利用翻墙跑路，打个消耗就行了，让队友去收人头。因为这个中单的话是跟酒后哥一起开黑的嘛，中野开黑是比双人路开黑更有优势，胜率会更高的。双人路的话，你要被针对，其实并不是很能那个。中野的话，你是完全可以避开，就算被针对，你也完全可以避开去玩，可以避其锋芒。这里利用大招散开的伤害直接秒掉。这里 Q 接 W 吗？没有，直接烫死了。直接流血流到死，因为男刀的话它有流血效果。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男刀在他那个等级越高的时候，他的那个伤害，还有他的那个技能释放攻速就会越来越高，这就是男刀现在版本还是很强势的原因。回家直接把3项做出来，这发育的速度确实特别快。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刷野思路就是，人还有野的位置，他是顺着野刷到人的位置，而不是说特意跑过去，然后再又特意跑回来刷野。这就是你对一个打野玩得好的一个节奏把控。这里对面铁男直接大招，杀不死就是他死，杀得死那就另外一个故事了。但薇恩的话，他不好杀的。薇恩主要太灵活了，而且是血量很满的时候，如果半血的话还有机会。像你薇恩如果遇到铁男把你拉进去，你的 Q 技能一定要留来躲他的 Q， 因为他的大招只够铁男打2次 Q， 而且是开大招第一次 Q， 就开大招的一瞬间拉进来的时候就要 Q 出去，不然的话，第2段 Q 的话估计都是大招结束后了。像这局为什么他这位打野绝活哥没有选盲僧？因为被ban了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局的，但那局太长，我就放弃。这局的话短一点，讲的没那么累，因为版本末期大家就没必要听那么好质量的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刚听完这个绝活哥说啊，他去打职业了。原来是职业哥，不是打野绝活哥，是我错了。
要是被发现了，哎呦，直接秒掉对面的铁男。对面那个铁男做的是水银血，所以比较脆，完全是扛不住的。铁男还是要做铁板鞋会更好一点。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几个啊 ，AD 打野啊，刺客 AD 刺客打野的一个节奏，还有他那个伤害，只要顺风你根本就招不住。像凯南那个凯隐不行，凯隐现版本很难受。如果遇到这些打野，然后你跟他打的话，除非你是绝活。不然的话，同等高段位就是这么高段位的话不好打，打不动。像你看南刀的 CD 多快，3级大招20秒一个，等于就是每20秒他都可以搞一波事情。有机会的话，也不能说20秒吧，就是半分钟可以抓一次人，半分钟抓一次人。这个伤害能直接把一个脆皮灌死。对面的话，除了那个谁赵信装备好一点，他杀不好杀以外，其他都很好杀。这里 W 大招没有抢到，但不影响，直接把对面杀掉就行了。对面辅助还挺能跑的，这里大招直接 Q 不到，哦 ，Q 已经在 CD 了。哦，这里的话，中路队友送了一波。这里的话，因为状态就伤害还是很猛的，所以直接选择做木刃。木刃的话可以杀得更多一点，更快。哦，25秒的 CD。差不多，反正半分钟吧。有机会就直接可以大招去收人了。哎，这里的话遇到对面的赵信，也是直接秒掉，大招都没给。像你那个 W 命中的话，其实伤害会更多一点，因为你可以再打第2次的 W。像 W 的话，你得第2次的 W 命中，然后打出3环的那个爆发伤害，第3次的那个被动伤害嘛才够。如果被他躲掉了2段 W， 就是回来的那段 W 的话，其实伤害会有点差的。像刚刚高地的那一波，应该就是被躲掉了 W 的伤害，所以没秒掉对面的辅助。哦，对面铁男直接秒掉，这伤害谁招得住啊？希望下个版本，先把这些刺客得搞，不然高手上分太容易。我觉得还是回复到之前的竞技那种感觉。这里 Q 接 W 只是第一段刮中，然后大招直接就把对面秒掉了。好吧，这就是赛季末嘛。只能下个版本吧，下个版本看
设计师们啊，怎么去啊把这个游戏变好？希望能变得更好。这里直接大招 Q 接 W 就死掉了，然后辅助还想过来抬一手，直接 Q 接 W 啊，加平 A 就收掉了。好吧，那大家去玩吧。已经告诉你啊，版本强势的打野有谁了？简单而且没那么复杂。像你拿刀逃跑的时候，就是为什么开大招逃跑的时候，也可以通过大招拉的时候，路径上把对面残血拉死也可以，但这种的话一般会比较少情况。这里的话 A 不了塔的，因为没有小兵。如果会对面铁男的话，肯定是会关这个男刀的，不可能关其他人的，因为这男刀太游龙了。这里直接 Q 上去，然后还真把他拉起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收掉那个铁男的人头。太逆天！那这样的话，这局啊还是很轻松的拿下一局比赛。